在这儿打垮你。2023年的3月1日，迪西亚进入到了卡池，迎来了自己的首次 UP， 也是最后一次 UP。我拿着自己的大保底将它抽到了手，不为别的，只是因为当角色进入到了常驻池以后，能不能抽到全看运气。果不其然，在接下去的1年里，我遇见过七七，遇见过莫娜，遇见过秦，遇见过迪卢克，但始终没有与迪西亚再次相见。而随着枫丹的来临，当时人们对于迪西亚的那些期望也如同梦泡般消散。迪西亚备战枫丹，现在看来似乎就成为了一个笑话。那么作为带头炒股的一员，我当时做了一些什么判断呢？而在1年后，对于迪西亚又有什么新的看法呢？本期我们来回顾和展望一下常驻角色迪西亚。在迪西亚上线前，我出了一期迪西亚为什么进常驻。在这期视频中呢，我提出迪西亚可能会成为枫丹版本兜底的角色，也就是说，对于枫丹的游戏体验，迪西亚会给到基本的保障和提升。目前看来，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猜测。之后呢，又做了一期用星焰类比迪西亚的视频，认为迪西亚和星焰具有相似性，是一位带有防御功能的增益副 C。而在迪西亚的初步定位视频中呢，又提出迪西亚的设计目的是分流盾的使用率，突出奶的重要性，是台奶辅的设计。在入门理解篇中，提出在 3.5 迪西亚面对传统护盾没有优势，未来环境可能会帮忙，且通过迪西亚缺少增伤和利好奶辅的设计，推论出未来会出现按照生命值损失去提升伤害的设计。那么目前来看，这些推论是比较接近现实的。而在迪西亚未来是什么的这期视频中，我提出扛伤害会是迪西亚的翻盘点，以及猜测了召唤物的可能性，并且表示迪西亚可能存在上位5星。那这个就不太准确了，因为枫丹的深渊呢始终没有上生存压力，且也没有出现上位5星。所以就我个人而言，迪西亚达到了我60%的预想，也就是它成伤的功能性得到了基本的发挥。但是在提瓦特角色中的地位和当时相比呢，显然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，强度的表现也没有因为枫丹的到来有明显的提升。虽然它的机制设计是完美适配弗妮娜的存在，但因为集合了抗打断、减伤、火后台等模型，迪西亚临命时领域伤害在攻击倍率区上十分缺乏，双模型的设计更是进一步的限制了他吃拐的能力。所以虽然弗妮娜和花海套填补了迪西亚增伤城区的空缺，迪西亚还是需要一命和专武的帮助，才能让他在副 C 的位置上有所表现。目前看来，临命迪西亚的定位还是一个提供抗打断的生存辅助。当然，因为抗打断这个属性在当下是越来越珍贵，所以还是能让迪西亚赢得一些就业的机会。比如在我林尼超载的队伍中，他就成为了不可缺少的一员；而在临命龙王的队伍中，能提供挂火、减伤和抗打断，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可以说只要理解到位，迪西亚还是能发挥它基本的作用的。只不过人设和形象都深受喜欢的他，玩家在当时的期待可能并不仅止于此。那么迪西亚的未来会怎样呢？在经过1年的使用后，我提出一些比较务实的期待。第一呢是命座，迪西亚的命座提升还是不错的，所以随着命座歪到的越多，强度呢也会随之提升尤其是一命。第二是速切体系的发展，随着枫丹逐步增加速切的队友，这个体系越成熟，迪西亚的就业机会就会越多。因为迪西亚的4秒大招和后台的领域以及9秒的绝对霸体，其实都是针对短轴的体系去设计的。第三就是要等待高压的环境。在结晶盾如何被利用中，我们曾提到，无论盾覆盖的时间有多久，一旦碎了就需要等 CD。所以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原魔力大专飞，几秒就干碎玩家的护盾，那么迪西亚的优势就会比较明显了。第四就是纳塔到底会不会迎来攻击力的大提升呢？如果会，迪西亚很明显也是要跟着提升的吧。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使用迪西亚1年以后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。相信随着角色的增加，我们能够为迪西亚呢找到更多有趣的队伍。那么我是提瓦特地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